你以为你只是在帮爸妈保持干净，但对失智大脑来说，你的一句去洗澡，他的大脑可能只听见2个字：危险。如果家里长辈今天又拒绝洗澡，你可能会直觉脱口而出：妈，你已经好几天没洗了，赶快去洗。如果你也常说这句话，你可能忽略了一个关键机制，让洗澡变成每天晚上的噩梦。很多人以为爸妈不洗澡就是懒、固执、故意唱反调。你以为问题是他们不想清洁，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他们的大脑正在把洗澡解读成一场可怕的生存危机。今天我们就来破解为什么只是洗个澡竟会引发强烈的防卫反应，以及你今晚就可以用的4个低门槛对策。以前我们觉得洗澡就是洗澡，水放好，衣服拿好，进去洗一洗就好了，这有什么难的？所以当你对长辈说妈，该洗澡啦，哈，哎，他立刻皱眉说我不要，我刚刚洗过了，我又没有脏。很多子女会直觉觉得只要多炫几次，催紧一点，或者态度硬一点，跟他说你身上都有味道了，问题就能解决。可是结果呢？你嫌他，他生气；你催他，他抗拒；你态度一硬，他更是死抓着衣服不放。最后你累到怀疑人生。为什么只是洗个澡，可以弄到2个人都快崩溃？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盲点。这不是固执，这是一个大脑机制的改变。请永远记住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洗澡是清洁，但对失智长辈来说，洗澡可能是一连串的失控。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背后的因果链。当你把长辈带进浴室时，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浴室的刺激变多，瓷砖很冷，水声很大，地板很滑，但长辈的大脑处理能力正在下降，无法快速辨识这些是安全的，导致他们的失控感瞬间上升。为了保护自己，防卫反应启动，最终表现出来的就是长辈大吼大叫，强烈拒绝洗澡。当你了解这个机制，我们再来看看长辈抗拒洗澡背后最常见的5个原因。原因1：记忆的时间线错乱。妈妈坐在沙发上，你叫她去洗澡，她很生气地说：我早上才洗过，你根本没洗啊。你摸摸她油腻的头发说，她反而更生气。她不是在找借口，在失智长辈的大脑里，时间线是混乱的，他的大脑真的相信自己洗过了。这时候你拿着现实去戳破它，对他的大脑来说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攻击，防卫反应马上就会启动。原因2：对浴室环境的不安全感。爸爸一被你拉进浴室，脚底碰到冷冰冰的瓷砖，加上抽风机轰隆隆的声音，他马上往后退。你把浴室想象成一个又冷又滑又吵而且没有退路的小房间。对一个大脑处理能力退化的人来说，这不是放松，这是强烈的危险讯号。原因3：对脱衣服的羞耻感。你帮妈妈解开上衣扣子，她突然用力把你推开，双手紧紧抱在胸前。失智会带走记忆，但不会带走尊严。要在别人面前，甚至是被自己的子女脱光衣服，是非常让人无助的。这种赤裸的羞耻感会让他们本能的抗拒。原因4：对被命令的失控感。你下班很累，站在长辈面前指着浴室说：快点进去洗，我等一下还要洗衣服。这句话听起来就是一个指令。当大脑已经处于混乱状态，在接受到这种由上而下的命令，只会加重他们的失控感。没有人喜欢被控制，拒绝是他们唯一能拿回主控权的武器。原因5：对未知的认知超载。你把毛巾塞给爸爸，说自己洗一洗，他却呆站在镜子前，什么动作都没做。洗澡不是一个动作，
它像是一连串复杂的闯关任务。解开衣服，留意脚下门槛，分辨热水冷水开关，拿肥皂搓揉。我们觉得很自然，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庞大的认知超载。因为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大脑直接宕机，停在原地。你看不到他们大脑里的混乱，你只看到他们坐在沙发上，死都不动。想让洗澡少一点冲突，你可以先做4个调整。不讲大道理，这些都是你今晚就可以试试看的方法。做法1，把任务变小，不洗全套也可以。常见错误说法：你身上有味道了，不洗不行，赶快进去洗澡。长辈怎么接收？被嫌弃了，而且洗澡这件事听起来好庞大，好麻烦。可以改成这样说：妈，我们简单擦一下，不用洗很久。或者说，今天不用洗全套，先擦身体也可以。为什么有效？降低大脑的防备心，把庞大的闯关任务拆小成一个非常简单的小动作，门槛低了，他们点头答应的几率就会大幅提高。做法2，把命令变成选择题。常见错误说法：水都放好了，现在马上去洗。长辈怎么接收？我被控制了，大脑警报响起，立刻启动防卫反应。可以改成这样说：爸，你要现在洗，还是等这节新闻播完再洗？或者问，你要用这条蓝色的毛巾，还是白色的？为什么有效？照顾不是把爸妈变成任务，当你给他选择，觉得自己还有主控权，失控感下降了，对抗的情绪就会瞬间减半。做法3，预先排除环境危险讯号。常见错误场景是，长辈光着身子在浴室发抖，你才一边开着超大声的水龙头等热水，一边大声说：等一下啦，水还没热。长辈怎么接收？好冷，好吵，好可怕，强烈的不安全感爆发。可以改成这样说：请先在长辈进浴室前就把水温调好，浴室弄暖，衣服排好，再跟他说：水弄得温温的了，冲一下热水，身体会比较舒服哦。为什么有效？阻断我们一开始说的机制因果链，把浴室里的刺激降到最低，大脑不需要处理过多杂讯，就不会引发恐惧。做法4，避开地雷词，转移目标。常见错误说法：你都好几天没洗了，很脏欸。长辈怎么接收？这是一种指控与羞辱，防卫机制全面启动。可以改成这样说：先换干净衣服，等一下比较好睡。或者说，我们去冲个脚，用热水泡一下会很放松哦。为什么有效？完全避开洗澡或是很脏这种会引起防卫的地雷词，把目标转移到好睡、放松这种正向感受上，大脑会更容易接受这个提议。如果你家每次洗澡都像打仗，请先不要急着怪自己脾气不好，也不要觉得爸妈就是故意难搞。每天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拒绝，照顾者的心累与疲惫是非常真实的，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但我们现在懂了，有时候我们要处理的不是洗澡这件事，而是大脑退化带来的害怕、羞耻和失控感。洗干净确实很重要，但在他们慢慢失去能力的时候，让他们觉得被尊重、有尊严，其实更重要。好，我今天讲完了。如果你家长辈在洗澡时最常拿哪句话堵你，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把你心里的无奈吐出来。我们下一期来看看还能怎么见招拆招。如果这支影片有稍微解开你心里的结，请帮我按赞订阅。我是阿和，顾爸妈，没家了。我们下次见。